显化的力量来自于内在深层的转化。当你将目光投向心底的暗流，真正的蜕变便在暗涌中展开。显化不是对外强求的结果，而是内在能量的外显呼应。每一次改变都始于深处一次悄然的革命。在童年，你或许学会迎合外界的期待，于是压抑了最真实的自己。那些未被疗愈的渴望，化为心底的阴影，影响着你的信念场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深层信念植根于潜意识，它们默默牵动我们的情绪与行为。若不将其挖掘并转化，显化的蓝图中会缺少关键的能量密码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当我们以觉察的态度面对创伤，大脑的神经回路便开始重塑。旧有的限制信念，在可塑性的催化下，成为探向新自我的桥梁。我曾在渴望成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，既努力又焦虑，业绩虽有斩获，却始终感觉空洞。内在的声音不断质疑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那时的我，把显化当成公式，以祈祷、可视化、肯定语机械的重复，然而效果总若即若离，像是对水面轻敲的回音，总回不到最深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深深厌倦了这种表面游戏，决定回到内在最脆弱的角落。我坐在最低潮的时刻，打开日记，将所有逃避的恐惧与羞愧一一写出来，泪水与文字交织，成为释放的管道。当我将最黑暗的自我展露在光下，它不再可怕，反而显现出深藏的能量，那是对生命最真实的渴望。从此，我开始自我对话的练习。我看见你心中的恐惧，我听见你最深的梦想，我允许它们同时存在，一句又一句，如同仪式，在潜意识的殿堂里，点燃了和解之灯。随着练习的深入，我在冥想中看见自己内心的河流，有急速翻腾的涌浪，也有被遗忘的静谈。我以温柔的目光，从浪尖到河床，循序探索。每一次凝视，神经与情感的回路便重组一次。恐惧不再阻隔，而是汇聚成推动蜕变的动能。在内在深层，一场无声的转化革命完成，这便是显化的原动力。不是空中的美梦，而是深神火山下的熔岩流。当表层行动与深层转化相合，显化便自然而然成型，如矿脉中的金沙随汩汩泉水浮现。实践中，我将这种转化能量注入每一次愿景的勾勒。在冥想前，先回顾自己最近一次被触动的伤口。在撰写愿望清单时，先向那伤口行一个感谢的礼。过程中，每一个愿望都被赋予新的重量。它不仅是表层的渴望，更是对自我救赎的呼唤。当我全心拥抱这股力量，世界便快速做出回应。我曾在内在转化尚未完成时，贸然下单购买欲望清单上的物品，却发现得到后空虚依旧。而当我先与自己深谈，将遗落的部分疗愈，再回到显化练习，外在成果竟如顺水推舟般到来。这让我明白，显化的力量不是公式可解，而是合一的共振。你的内在频率
与宇宙能量场共鸣。只有当深层转化完成，才能打开显化的无限密码。练习建议：每日选择一段时间，在舒适的空间，进行深度自我对话。问：我最深的恐惧是什么？我最真实的渴望是什么？允许任何声音出现，不批判，只聆听。然后以冥想或写作与那部分和解，说：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路。在和解之后，再进行显化练习，视觉化、肯定语、行动计划，三者合一，如雷鸣回响，让内在与外在共振。几周后，你会发现，过去阻挡你的障碍，不再是绊脚石，而成为转化的助力。愿望不再缥缈，而是一步步稳健踏实。显化的终极奥秘，不是在他方等候，而是在你内在深处。当你捧起那股熔岩般的力量，深层转化完成之时，整个宇宙都会为你开道。静心觉察，深度疗愈，行动显化，三者合一，便是显化真正的力量源头。让我们从内在开始革命，真实改变，奇迹自此绽放。能量转化的秘密隐藏在每一次情绪流动里。情绪如江河，流动即是能量的交换。每一次哭泣都是能量的释放，每一次笑容都是振动的提升。当你体验悲伤，能量在体内积聚；当你允许悲伤流过，能量便找到出口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情绪不被接受会内耗，压抑情绪如同堵塞的水闸，能量无处流通，便转而造成焦虑。当你开始接纳情绪，能量便恢复流动。神经科学证实，情绪流动能改变大脑回路。正向的情绪能增强前额叶功能，负向的情绪被释放后也能带来觉察。觉察是能量转化的关键，它让你看见能量的流向。我曾在巨大压力下失眠，焦虑如炙热火焰在胸口燃烧。我尝试压抑它，却徒增痛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练习允许焦虑存在。我对着镜子轻声说：我看见你的颤抖。这句话如同给能量一条通道，焦虑开始在深呼吸中流散。我感受到胸口的紧绷逐渐松开，那是能量在转化。转化不是消灭，而是重组。当你允许泪水滑落，痛苦得以疏解。这个动作是能量的排毒。当你微笑，喜悦的波动便在体内扩散，那是快乐能量与细胞共振。研究发现，情绪放电能增强免疫力。当我们与身体对话，能量便更易转化。我学会在流泪时拥抱自己，我学会在愤怒时给自己空间。空间让能量转为自我觉知，觉知后你能与自己和解。和解是内在平衡的开始，平衡则带来能量的协调。协调后，显化的力量便能涌现，因为你已与内在共振。显化不是凭空想象，而是能量场的现实投影。当你与意图对齐，能量便成为助力。意图需要情绪的推动，情绪需要意图的方向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创造无限可能。在日常中，我开始记录情绪流动，我用笔触捕捉喜怒哀乐，这些文字成为转化能量的桥梁。每当我写下焦虑、
便感到轻盈；每当我记录喜悦，便感到振奋。我在情绪中看见自己，看见自己的需求与渴望。需求得到回应后，能量变稳定；渴望被聆听后，能量变涌动。疗愈与创造都来自在情绪的流动。当我在静坐中回想情绪，能量在身体内跳动。我给每次流动取名。有一次，我称它为晨露。晨露代表清新与新的开始。那次清晨，我迎接第一缕阳光。我深吸，感受希望涌现。能量如清泉，洗涤旧有的疲惫。那是一种纯粹的转化。另一回，我将愤怒称为龙的吼声。我在运动场上奔跑，与它共鸣。我的汗水是能量的脉动。跑步后，我感受到平静的回归。那是龙的吼声化为宁静。在情绪里，能量从未停歇。不管是悲伤或喜悦，都是转化的契机。当你学会与情绪共舞，能量便不再乱流，而成为明确的流向，指引你前行的方向。心理学家爱丽丝提到，承认情绪可减少内在冲突。内在冲突减少后，精力更多。精力更多后，创造力更强。于是显化变得更加顺畅。能量转化的秘密就藏在你每一次的感受里。它不在外界的指令中，而在你身体的对话里。当你给予情绪尊重，便是在尊重自己的能量。尊重是和谐的基石，和谐是显化的土壤。土壤有了养分，种子便能萌芽。在内在的花园里，情绪是一场雨水，并非要淹没你，而是为生命灌溉滋养。你可以选择抗拒，也可以选择开放。开放便是转化的入口。于是喜与悲成为一路同行的伙伴。当你能与他们相处，能量便在和谐中流通，转化成新的力量。这是显化最深层的动力。无需外求，只需内观。内观是觉察的开始，觉察是转化的契机。契机一旦出现，行动就变得自然。行动后，显化便在眼前。我在自己的生命里目睹了这样的奇迹。从焦虑到平和，从创伤到疗愈，都在情绪的浪潮里。我深信，每个人都拥有这份能力，只要愿意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，便能发现能量转化的秘密。它藏在你最真实的流动里，在每一次哭泣与欢笑之间，都有奇迹的种子。去倾听，去尊重，去接纳，你将看见无限的可能。显化不是强求，而是与内在频率共振的艺术。当你停止追逐外在的结果，灵魂的声音便有机会落地。共振是灵能与宇宙最柔和的对话。它不靠蛮力，也不靠勉强，而是像两把琴弦，在清波之下自然共鸣。从前，我以为显化等同于不断祈求。我列下长长的愿望清单，每天重复念诵肯定句，却始终感觉心中有股空洞，仿佛努力的能量始终未触及生命的核心。直到某日，我在森林里漫步，晨雾缭绕，风带着露水的清凉。我停下脚步，闭上双眼，只听见树叶的低语，还有自己微弱的呼吸。那刻，我才惊觉，
显化并非制造出奇迹的机器，而是用心去倾听，并随着内在的节奏轻轻起舞。当我在宁静中感受自己的频率，便发现愿望早已在内心成型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情绪与信念构成我们的能量场。若你渴望爱，却一直在抵抗爱的感受，便无法与爱的频率共振。共振需要在内在先为自己创造与愿望相符的感受。我开始练习频率对话，每天静坐，将意识对准胸口的颤动。当渴望健康时，我想象自己在阳光下奔跑的轻盈；当渴望丰盛时，我感受钱币如涓涓细流的温暖。意念化为频率，频率带来共振，不必拼命想要，只要先成为那个在共振波段的自己。当内在振动与目标一致，宇宙就如同磁铁，自动吸引相同的能量回来。有一次，我在工作中遇到瓶颈，业绩持续低迷，心里充满不安与焦虑。以往我会加班加点，却收效甚微。这次我选择静心10分钟，在日落时分，我关灯，点蜡烛，播放柔和音乐，闭眼感受创造的喜悦。我想象自己完成任务后的满足，在心里轻轻说，我已经完成。几天后，新客户主动上门，合作机会如期而至。我惊讶于这股轻盈的力量，它不是我用力争取得来，而是因为我与未来的自己共振。艺术家用调色板调出最和谐的色彩，你则用情绪和信念调出与愿望匹配的内在色调。那些激情、喜悦、安心，都是你的调色剂。当你调到正确的颜色，显化作品便自然而然浮现在画布上。显化的艺术也需要留白，画家不会用实线勾勒整幅画，而会留下一片纯净的空白。同样的，当你愿意不去紧抓时，无需紧盯结果，宇宙就有空间展现更多可能。我发现自己常在祈求后紧盯进度的数据，这种盯梢的心态其实是在制造阻碍。于是我练习放下，只在行动后将愿望托付给风，让它在无形中带给我启示。有一次，我放下后的第3天，在早晨醒来时，内心突然涌现一个灵感，那是一个新的企划点子，完美回应了我之前卡住的难题。我惊喜地记录下来，那一刻，共振的力量彻底显现。共振的艺术还包含回馈循环。当宇宙为你送上礼物，你需要心怀感恩。感恩是再次放大频率的催化剂。每一句真诚的谢谢，都像在为这段共振关系加温。我每次收到好消息，都会在日志里写下3件感恩小事。无论是清晨的一缕阳光，或是陌生人的微笑，感恩的情绪将原本的共振频率提升到更高的波段。于是显化便像花朵绽放，它不在于你多努力的灌溉，而在于是否与土壤的频率一致。当你敢于相信，并且在内在融入信念与喜悦，便能见证奇迹的绽放。这是一门艺术，需要时间与练习，没有捷径可走，也无需刻意应扭，只要每日停下片刻，
倾听内在的频率，并与之共舞。在慌乱中练习平静，在焦虑中练习喜悦，在渴望中体验已得，在等待中相信已成。你变化成那根琴弦，随着宇宙之手轻轻拨动。显化的力量并非对抗世界的蛮力，而是艺术家般的细腻调和。它来自于你对自己频率的深度了解。当内在与愿景共振，宇宙的回音便如交响乐。让我们一起在静谧中调律，在共振中创作。显化的艺术就这样在每一次轻拨之后徐徐展现。每一个低谷都是能量重生的契机。当你跌入谷底，宛如坠入洪流的漩涡，四周的声音被巨浪吞噬，只剩下自己的心跳。那颤动提醒你有力量尚未被唤醒。低谷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场灵魂的邀请。它带着最真实的伤痕，也吸来深层的讯息。心理学家指出，危机常揭露被忽视的需求。当压力逼近，你会发现内在的声音也最清晰。在神经科学的视角中，强烈情绪会激活杏仁核，这座恐惧之塔如警报，唤醒你对安全的渴望。而前额叶皮质则负责调节与整合。当你学会觉察，神经回路便能重组，带来新生。我曾陷入职业的挫败，项目连连失利，信心随之崩塌。夜里，我独自对镜，眼中满是倦意。那一刻，我深切体会到自己的脆弱。我决定不再逃避这阵痛。我用日记记下当下的感受，无所保留。每一行文字都是对深渊的回声。当我读回这些文字，泪水也化作释放。在静坐中，我闭上双眼，感受身体的每一次起伏。心轮仿佛有光在跳动，带着隐约的温度。我对自己轻声说：“我在这里，与你同行。”那句话成为我跨越黑暗的桥梁。低谷里，能量虽沉寂，却从未消失。它潜伏在每一寸细胞，等待重启。当你接纳痛苦，能量便有了出口。那出口通向更深的洞察与勇气。某日，我走入森林，枝叶疏朗，阳光透下斑驳光影。我在苔藓上坐下，让风吹过发梢。在自然的怀抱里，我感受到一种安心。风声如低语，提醒我，万物周期皆有复苏时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胸口的沉重吐出。那瞬间，似乎卸下了一层锁链。科学研究显示，大自然能降低皮质醇，并提升幸福激素的分泌。当身心回归平衡，创造力也随之苏醒。在大地的支持下，低谷转为重生的温床。回到都市，我开始重建日常仪式。清晨以伸展唤醒身体，夜晚以静心检视当日收获。这些习惯犹如种子，在低谷里悄然发芽。在一次挑战中，我尝试相视呼吸，吸气4秒，屏息7秒，吐气8秒。深度呼吸后，我感到胸口松动，杂念退去，思绪回到当下。当下是真实的舞台，所有过去的悔恨与未来的焦虑，都在此刻交汇，成为能量的源头。你只需站稳，接纳自己的全部。曾有研究发现，允许负向情绪，比压抑更能降低压力反应。因为允许，才会有转化。那转化犹如暗夜里的萤火。我把低谷视为疗愈仪式，
我在日志中写下3句肯定：我有勇气面对痛苦，我值得被爱与支持，我正在重生的路上。每句肯定犹如点燃心中烛火，在黑暗中，它们引领我前行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痛苦不再压垮我，而变成内在智慧的泉源。某夜，我梦见自己化作森林中的树，根系深入大地，枝叶拥抱星空。风雨曾经摧残树干，却也赐予年轮的厚度。醒来那刻，我深知低谷正养育新的力量。成长往往伴随挫折，当你在谷底能够听见最真实的呼喊，那些呼喊是一种灵魂重构的指令，用心回应便完成转化。在低谷里，你或许迷失方向，那是因为你还未完整看见自己。崩溃时，先允许自己崩溃，沉淀后抬头看见新的远方。我学会分享脆弱，向信赖的友人倾诉，让能量得以交流。在言语与拥抱中，我感受到支持的温度。人际连结成为我从谷底走向高峰的桥梁。我也开始用同理回应他人，让每段关系成为双向疗愈的共振场。在工作中，我调整目标，不再只看结果，而专注于热爱的过程。专注于当下时，能量便不再流失于拔河。财务议题亦如是。当我从恐惧走向信任，财富不再是一场追逐，而是一股自然而然的流动。我在低谷里学会对丰盛保持开放。在健康上，我不再惩罚自己，而是用舞动和呼吸，让身体释放积存的紧绷。疼痛化作疗愈的讯号，提醒我回到身体里。所有的低谷都在提醒你，你有能力蜕变。当危机如浪潮涌现，你已准备好成为海洋中的灯塔。这是一场深层的革命，它无需大声喧哗，只需静谧中持续耕耘。当你温柔对待自己，能量便趋于流畅。重生的契机并非偶然，它藏在每一次允许，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倾听里。当你在低谷中给自己一个拥抱，便已踏上重生的道路。让每个低谷成为能量重生的起点。在黑暗深处，你将看见光的本质。于是，你不再惧怕跌落，因为你知道，每一次谷底都孕育着新的高峰。情绪转化的瞬间，就是能量提升的开端。就在你感受到心跳微颤的一刻，内在的波浪开始搅动。那是悲伤的潮水，也可能是愤怒的火焰。当你允许情绪如水般流动，能量便找到新的航道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情绪的接纳是转化的起点。当你不再抗拒悲伤，它便不再压迫你，反而成为启动自我疗愈的催化剂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情绪释放时，脑内的皮质醇迅速下降，同时多巴胺与血清素便有机会回归平衡。这股化学的转换正是能量跃升的源头。在那一瞬间，你成为身体与心灵的共振体。每一次深呼吸都如同注入新的生命力。我曾在深夜泪流满面，那是失落的痛苦将我吞噬。我尝试强撑，却感到更深的空洞。直到有天，我在枕边低声说：“我允许你存在。”泪水突然如决堤的河流般涌出，
痛苦在流动中不再刺痛，而是化作清泉，灌溉我最干枯的角落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一股温暖从胸口扩散，它如同初春的阳光，柔和却强大。我知道，这是能量转化的瞬间。我在潜意识里与自己的痛苦和解，同时，新的力量在体内苏醒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练习情绪仪式。当愤怒来袭，我会握紧拳头，然后慢慢张开，让怒火如烟雾消散。当焦虑袭心，我会在日志中将它具象化，写下焦虑的形状与色彩，然后对自己说：谢谢你的提醒，让能量在书写中重组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压专案中崩溃，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。我暂停所有行动，闭上眼，只专注3次深呼吸。当我在睁眼时，杂念已远去，取而代之是清晰的下一步方案。这就是情绪转化后能量跃升的证明。心理学家荣格称之为阴影整合。当你正视负面情绪，并给予它位置，阴影就化为光。在这过程中，前额叶皮质与边缘系统达到协调，你的决策不再被恐惧操纵，而是源自整体的智慧。我将这种体验称为内在重启。每一次情绪释放都是重置键，按下它，旧有的限制被解除，新的能量场得以生成，像是电路中的保险丝重新熔接。在日常中，我学会关照情绪。当悲伤靠近，我允许自己哭泣；当喜悦降临，我全身轻颤的微笑，让每一次波动都成为提升的阶梯。我不再急于转移注意力，而是静静地倾听他们的声音。那声音有时如细雨，有时如惊雷，每一次都带来不同的讯息。有一次，我将焦虑形容为乱石堆。我走进山林，将手贴在古树树干，感受大地的稳定。那份连结让焦虑如石块般沉落，能量上升，心神回归宁静。当你理解情绪的语言，你便在创造自己的魔法。情绪不再是障碍，而是能量的转换站。在这里，悲伤可以变作同理，愤怒可以变作行动力，恐惧可以化作洞察力。在一次深度冥想中，我看见自己心轮绽放如花，光芒穿透每一条情绪的脉络，令我明白，每一朵泪水都是灵魂的花瓣，每一次怒吼都是力量的海啸，每一声叹息都是释放的诗句。当你以觉察和温柔面对情绪，那无形的能量便变得可塑，你可以引导它往上跃升，如同调色师调和颜料。在巨大的情绪色盘中，你将选择最鲜艳的色彩。随着练习，你会发现能量转化的频率加快。从前需要1夜才能释怀，如今3分钟就能回归平稳。这股速度来自于你与自我的信任。实践建议：每日选3个时刻，停下片刻，问自己：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？接着深吸5次，让情绪在呼吸中流动，不抗拒，也不追逐，只在当下与它并行。持续21天，你将体会能量跃升的惊喜。在一次焦虑高峰后，我打开窗户，任风卷走杂念。当阳光穿透尘埃，我看见希望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
情绪转化的瞬间，就是能量提升的开端。从此，每一次情绪来临，我不再害怕，而是微笑迎接，因为我清楚，在那瞬间，无限的力量正等待释放。从压抑到释放，情绪是显化的桥梁。当你选择压抑真实感受，便如关闭了心灵的出入口。情绪在体内积聚，犹如深层湖泊下的暗潮，它们无声翻涌，却在夜里骤然喷薄而出。唯有将沈重放下，才能筑起通往显化的桥梁。心理学家荣格曾言，压抑情绪正是 shadow 的温床。那些被否定的渴望与恐惧，葬于潜意识深幽之处。当你不允许它们显现，便在无形中设下自我枷锁。神经科学则告诉我们，重复压抑会固化脑中痛苦回路，突触连结愈加稳固，情绪回旋于脑，难以打破。我曾以为坚强就是不流泪。职场挑战袭来，我选择假装淡定。夜深人静时，心跳却如擂鼓。压抑的焦虑让我辗转难眠。直到某夜，我在镜中见到憔悴的自己。那一刻，我决定放下武装。我坐在床边，允许自己哭泣。泪水化作桥梁，连接潜意识与意识。我轻声对自己说，我听见你的颤抖。放声啜泣是能量通道的第一道解锁。在深呼吸中，我感受胸口缓缓松动，焦虑的火焰不再灼烧，而化为微热。情绪的释放正是新生的开端。神经回路在此刻开始重组，压抑回路被情感能量冲刷，留下疗愈的痕迹。从此，我学会以情绪为指南。当悲伤涌上心头，我不再否认它，而是静静感受它的重量，与它共舞。当愤怒翻涌，我允许拳头紧握，再慢慢张开，让愤怒化作释放。心理学家爱丽丝提到，接纳情绪可重塑信念。当你说出“我允许你存在”之时，深层信念开始翻转，自我对话成为催化剂，调动隐藏能量。这股能量正是显化奇迹的源头。你在释放中与内在频率共振，吸引相应场域。在一次工作瓶颈中，我选择离开办公桌。我走入山林，感受泥土与风的拥抱。当焦虑被大自然散去，创意再次苏醒。我在静坐中接收灵感，迅速完成方案。那一刻，我见证情绪释放后能量的跃升。每天早晨，我以5分钟情绪扫描开始，闭眼，聆听心底的低语。如果听见遗忘的悲伤，我让泪水继续流动。如果感到压抑的恐惧，我轻轻抚慰胸口。这样的仪式使我始终保持清明连结。情绪转化后，能量场也随之改变。从前我远离人群，因为恐惧让我封闭。如今我更勇于展现脆弱，并以同理倾听他人。人际互动如磁场交融，彼此共振成长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不再逃避冲突。当受伤的情绪浮现，我先向对方敞开心扉。我害怕被拒绝，但我仍想沟通。温柔的对话架起理解的桥梁，爱情因而更深刻，更具疗愈力量。创造力亦受益于情绪释放。我曾因压抑完美主义而踌躇不前。当我允许不完美时，灵感如泉涌，色彩与文字在纸上翩然舞动。创作的美好就在释放的瞬间显化。在财务议题上，我也学会释放匮乏。当焦虑因账单堆积而起，
我允许恐惧存在，再在心中对财务现状说声我接纳你。这份接纳犹如打开能量水闸，让资源顺畅流入。运动与舞动成为我情绪转化的出口。当愤怒如火山喷发，我奔跑在空旷跑道；当悲伤如潮水涌现，我随音乐舞动身躯。身体的节奏是能量转化的仪式，每一次跃动都将压抑转化为自由。冥想中，我尝试情绪为流动的彩霞，悲伤染成深蓝，愤怒化作赤焰。我静止观察，任色彩在心中交织，然后在呼气中看它们化为白光。这一连串的过程正是在释放与提升。科学家发现，经常释放情绪的人拥有更强的免疫系统与创造力。当你允许悲伤与喜悦并存，身心便不再因不平衡而消耗。相反的，能量被导入更高层次。在我最困顿的时刻，是情绪释放带来了转机。我在书写中卸下所有压抑，文字如涓涓细流，带走沉重，也在夜夜间注入新的种子。那些种子开出信心与勇气之花。我再也不畏惧低谷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低谷都是情绪释放的契机，也是显化奇迹的准备。现在，我将情绪当作日常练习。当任何感受涌现，我都先停下脚步，给自己允许，给自己时间。在释放中，我与自我和解；在释放后，显化之路才真正敞开。从压抑到释放，情绪铸就了显化的桥梁。当你跨越这座桥，才迎来生命真正的转化。请倾听心底的颤动，让情绪引领，让能量重生，在共振中显化属于你的奇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